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这个贺锦丽现在是不是很得年轻人的心哦？我们看看那个路透社最新的民调说啊，这个贺锦丽啊，在这10天之内哦，双杀川普，不论是支持度还是好感度都是领先的哦。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指出呢，他现在目前有获得43%登记选民的支持，那川普只有42%，但差距也是蛮接近的，只有差1个百分点哦。那上周相同的民调显示呢，这个贺锦丽是44%，川普是42%。那现在最主要让贺锦丽哦，好像比较受到年轻人支持，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跟年轻人沟通的语言，就是网络迷音哦。那现在叫做 Brett 这样的迷音呢，让贺锦丽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库阿恰利就讲说，什么是 Brett 呢 ？Brett 就是一个有点乱、喜欢派对、偶尔会说一点傻话的女孩哦。那她诚实率直，有点叛逆，这就是叫做 Brett。所以当这个库阿恰利哦，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呢，把这个词 Brett 跟贺锦丽的形象连结之后呢，这贺锦丽就抛开了过往共和党这样批评他说什么失言啊、尴尬场面，这个突然逆转了，因为他就是这样子，有点叛逆啊，有点傻呀，这叫做率直、率真、真诚，就突然就不是共和党口中那一种很尴尬、很傻呀、很什么各种失言这种状况，这个形象突然逆转了，所以他变成一个 Brett 的代言人哦。那再来，他勇闯了这个南部摇摆州，那去到了亚特兰大造势。法新社就报道了，他30号到乔治亚州举行造势大会哦。那这也是他渴望代表民主党出征之后，首次来到了亚特兰大造势。路透社就讲说，有2名知情人士讲说，可能会在8月5号的时候，贺锦丽会公布这个副手人选哦。那并且在多个摇摆州展开竞选之旅。那再来看看，现在目前这个贺锦丽的魔法攻击，用魔法打败魔法哦。就是他们现在反击共和党的方式，就是这个共和党不是贴了标签给这个贺锦丽说他很乖吗？很傻吗？现在他们就反贴这样的标签给他的副手这个范斯，还有这个川普，就说你们才是真正的怪嘞。美联社讲说，现在面对到民主党人大肆嘲讽川普哦，是78岁的罪犯，又老又怪异哦。范斯3年前有关贺锦丽没有小孩只养猫啊，怎么治国的评论也很怪异哦，所以他们现在开始用这样的方式来反击这个共和党哦。那我们看看这个福斯新闻在7月30号的时候有刊登一个评论文章，他们就质疑说，是不是你们刻意在替贺锦丽擦脂抹粉啊？明明贺锦丽不是这样子啊，你们现在把她吹捧的有点高哦，替她改头换面哦，是不是想要试图来扭转现在目前总统大选的局势哦？然后来帮助这一位这个昔日的副总统摆脱负面的标签。那自由派的媒体呢，淡化了贺锦丽在拜登政府当中的角色。那一方面淡化这个角色的用意是什么呢？在这个福斯新闻他们的批评就是说，试图要切割他跟拜登，就是说，拜登是他这些过去种种哦，拜登承担呐。那贺锦丽呢，他就是用强调他个人魅力啊、亲和力啊、幽默感啊，让这个选民对他改观，就是说，所有做不好的那都是拜登做的。接下来的贺锦丽会不一样哦，会带给你这种 Brett 的形象，这种亲和力啊、个人魅力啊。他们说，现在贺锦丽你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取胜吗？那再来，这个范斯现在的确好像替这个川普扣了一些分，因为呢，他现在在铁锈带的民调已经出来了。CNN 根据铁锈带，也就是说，像伊利诺州啊、印第安纳州、密西根啊、俄亥俄啊、威斯康星州这几个州进行了一些民调。那结果他的支持度比起不支持度低非常的多，不支持度高达44%，支持度才不到30%哦。这也是铁锈带过去44年来最不受欢迎的副总统候选人了。民主党就说呢，有评论认为范斯这样的说法呢，就是讲到这个就是只能养猫，然后没有小孩的这样的说法，其实引起了女性选民的反感，也反映在了民调上头。那范斯在获得了这个副总统提名之后，其实
感觉上面一直在口出恶言，在攻击哦。那甚至包含范斯自己俄亥俄州这样子工业衰退的铁锈带自家故乡哦，看起来好像对于范斯都蛮不满的，就说你怎么好像自己进到了这个精英阶层就忘本啦，就好像不是我们自己人了，已经忘记这个铁锈带我们这种工业衰退的这种感受了嘛，所以好像连家乡对他都不是很谅解哦。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现在范斯的民调破纪录，好感度是负值哦。根据这个民调显示说，共和党全代会之后，他的净好感度竟然是负6%，成为过去40年来最不受欢迎的副总统人选哦。那历届的副总统候选人在全代会之后，平均的好感度大概是正19%，那他也真的是创下了纪录了。那另外看看这个川普是不是的确感觉到说，好像贺锦丽没有想象中的好打，因为他本来觉得说贺锦丽是个傻子啊，就是打他太容易了，结果反而贺锦丽现在形象被塑造起来，变成一个这个率直啊，然后又好像很真诚的一个女孩，那她反而有点难打了。本来是讲说要跟贺锦丽辩论，现在看起来答案变了。他在上周的时候就跟媒体讲说，至少会跟贺锦丽辩论一次。那结果在30号的时候呢，变成说很可能会辩论，但是也可以提出充分理由不辩论。难道是退缩了吗？难道这个改变了一些立场了吗？那再来，还有他一直在攻击那个拜登政府造成的通膨。那结果人家讲说，可是你现在很多的一些经济学家或投资人反倒觉得说，你川普现在喊出来的什么减税啊、提高关税啊、打击移民啊，这些恐怕都会让通膨更加严重。这个川普恐怕还没有办法解释得清楚，就到底他怎么样来解决通膨问题，或是他的政策怎么样不造成更严重的通膨。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呢？对，这个看起来贺锦丽这个蜜月期是蛮长的，最主要我觉得就是美国现在主流媒体是民主党的媒体，大部分的民主党媒体，尤其这个电视啊，除了这个福斯新闻以外哇，都火力全开啊，在这个替贺锦丽塑造新的形象。而且这里面这个好莱坞的这些演艺人员传统都是民主党，都是支持民主党。所以他很容易找到一些年轻人的代言人还有一些年轻的偶像，然后这个好莱坞的偶像帮这个民主党候选人这个怎么讲背书，然后宣传，然后帮他拉抬声势这一开始这10几天来看起来是这个气势是完全没有错的。那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说这个支持度那最后还是。只能做参考，最终的还是在摇摆州的这些这个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那现在就是说，贺锦丽面临了还有2、3个重大的关卡，他要经过的。第一个就是他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现在大概他要在8月7号以前就要来决定。那他手上已经有的这些名单，这个比较多的。比如说这个宾州的州长，宾州就是一个摇摆州，所以他如果能够争取到宾州州长，对他是有加分的。那另外就是说，北卡的州长已经宣布他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这个贺锦丽的这个征召了，他退出这个选。那肯塔基的州长，还有 Arizona 的参议员，就是原来的那个太空人现在呼声比较高一点。可是不论如何，他现在7号之前就要把这个名单确定，因为现在民主党的内部已经决定了，在8月7号之前，他们要做一个内部的线上的投票，也就是所有这个各州的党代表来投票，然后先给予这个贺锦丽以及他的这个竞选搭档一个支持，然后到8月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这20号开始的这个共和党民主党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他要开始做一个最后的怎么样等于说是同意，由全党来同意他这个代表民主党出来选举，所以这2个事情对他的将来的选情的声势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第一个我就说看他选他的搭档是谁，第二个就是在民主党的大会里面那民主党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声势
拉抬到一定的高度，展现出一定的这个团结度跟对他的支持。那这个是贺锦丽这边。那在川普这一边最近他们的动作比较少，尤其川普，川普有一点点好像在这个以静制动的感觉。那范斯的话，其实他就是一句话被抓到了，这个抓到了小辫子那民主党全力痛打，也就是他去攻击这个卡米拉，他说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没有孩子的这是猫夫人 Cat Lady 没有孩子的 Cat Lady。那这个一讲出去呢，这个事实上的话，今天我看美国的报纸还说，他这句话得罪了2200万美国的妇女，也就是说，美国的 Cat Lady。Charles 的 Cat Lady 大概有2000多，说2000多万，所以这句话就被拿出来，不断的这样，在这个在造势来用来打击这个范斯，所以范斯最近我觉得跟川普最近有一点看到民主党的这个声势他反而他有一点点就是说怎么讲呢？他就暂时不因其风，那么等着民主党把他这一段这个所谓的蜜月期走完吧。那当然这场选举还很长到了9月还有辩论。那现在可能是1场，或者说2场，或者1场都不办。我想双方都在看情势。不过整个来讲，我觉得这场选举那么还有大概不到100天嘛，那中间会有很多还会有很多变数。那任何候选人犯了严重的错误都很可能对他的选情造成不可弥补的这样损伤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盛峰哥。美国总统谁输谁赢，我们在这里表态，谁好谁不好，可能都没有意义但是呢，可以从这场选举里面来印证几件事情，来思考几件事情。究竟人民当家作主的这一票是投给谁？是投给那一个竞选公司、竞选团队所塑造出来的那一个要你投票的家伙，或者是真正的那个家伙？我请问，在贺锦丽拜登没有退出以前的贺锦丽是什么个回应？烂透了。嘿，现在换了他有没有？棒死了！怎么一个人一夜之间啥都没做，就从烂透了变棒死了？所以烂透了也是政治操作，棒死了也是操作。投票的人就依照这一个竞选的操作，告诉你他是棒透了或是烂死了去投票。所以以前是没有能力的家伙，现在叫做 brat， 那就变成什么可爱的家伙。我请问，假如民主政治是这样的本质，我们以前读书读了大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来想一想。第二个，美国的总统选到现在就一个叫 brat， 就是什么？就是有点疯疯癫癫。就是这个实在很难找中文的字眼去形容它，反正就是有一点叛逆，有一点怪怪的，反正就不是很正当。我们要选了一个总统，那选的总统叫 brat， 那你觉得怎么样呢？然后这一边呢，这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又老又怪的犯罪家伙。所以美国人现在只能想呢，选一个 brat 跟你选一个老怪的犯罪家、犯罪者，那。这就是我们民主需要的。我来帮盛峰哥这个补充一下，因为我刚收到一个什么大陆网友点评就说董王遇孝王，心里直发狂，孝王来索命，董王无处藏。就现在大陆网友在看这2个的对决，董王跟孝王，不管是董王、税王或者孝王，不管就是难道民主的选举就是这样子吗？那你这个时候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本事？站在高峰来对世界各国的政治指点江山，你凭什么嘛？你们这一个是 brat 一个老怪的犯罪者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叫一个怪叔叔一个怪老头一个 brat 这样子能来选出什么一个家伙呢？第三个，就我们再来看，在整个的运作操作过程里面呢，媒体告诉我们是公正的。媒体告诉我们他们是客观的，但是现在明白的告诉你，媒体是有立场的。但是呢，他还是
要穿个衣服来告诉你我是公正客观的。所以一夜之间，所有的主流媒体把一个过去不堪闻问的人，忽然变成了了不起，是吧？那再过来就是选举技术的操作了。现在呢，我相信站在共和党这一边的做法叫让子弹飞一会儿，看你能飞多久，因为你是一个没有料的家伙，我看你飞多久，子弹飞一会儿，所以再飞下去会怎么样子？那至于川普，你看着看，他的花样那会很多，因为我最近正在整理他的一些讲话，有没有？我的天哪，真的可以当初中的英文教材，因为只要初中生就可以听得懂他在讲什么。所以反正现在共和党就等你爬得越高，到时候打击你跌得越深，就飞一下嘛，子弹飞一下。来问一下舰长。其实啊，刚刚盛峰老师告诉我们的，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弊病。现在一切都是选举策略，一切都是讨好选民。那我们台湾之前是在什么？就是把对手打成草包，然后但是呢，人真的是草包吗？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高雄的淹水，其实不是。那人家是有先见之明啊。那我们来看美国的这个选战，他们就是把贺锦丽打成什么？打成一个怪。那打成怪呢？其实当初刚刚大使跟我们说过啊，其实这2021年范斯他在选举的时候，他明明确确的就指出来说，贺锦丽他就是个怪，他就是个猫夫人。然后其实你愿意把国家交给这种没有小孩的人吗？其实贺锦丽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贺锦丽知道，所以贺锦丽现在一开始选举，他就强调一个什么？他就画很多野子啊，然后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梗？这个就是一个选战制度。你们说我怪，我就打蛇随棍上，我就怪。然后他就说什么？他就说，对啊，我妈妈就是这样子讲啊，说你们以为你们都是椰子树上掉下来的，不，你们有父母亲，你们有爷爷奶奶，你们还有老师。他这个就是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一个什么？家庭的重要性。虽然那个他不像那个这些范斯啊，或者是川普一样，他那个子孙成群啊，但是他是个猫夫人，但是他也强调家庭的价值啊。那这个时候他不仅这样，他还自我实现。自我实现是什么？对，我就是个怪，那就是刚刚盛峰老师讲的一个 brat， 也就是说这一个其实强调的是什么？就是有点邋遢啊，然后爱跑趴啊，然后总统在那边不知所措的，他还可以跳舞跳得很开心。但是这一点就是川普以及范斯追不上的。川普原来选范斯就是想要来做一个互补，但是现在补不起来了。范斯其实并没有办法得到铁锈带这些各州的一个支持。那所以之前有一种说法，也就是他是不是要被换掉了？但是他没有被换掉，只是大家觉得川普做这个选择其实并不太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消息哦，就是以色列出手了吗？竟然哈马斯领导人才出席完伊朗总统的就职，就在首都遭到暗杀身亡。这个消息也是刚刚的最新消息哦。那伊朗表示，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住所遭到了暗杀。那哈马斯也在声明中指责说是以色列，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要对此负责，然后还讲说这是一个懦夫行为，绝对会采取报复。所以现在看起来，以哈是不是真的又要再度升温了呢？那伊朗电视台他们的这个分析也讲说，这应该就是以色列下的手。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五角大厦赶快跳出来讲说呢，这个奥斯汀说，继哈马斯首脑遇刺现在华府将会协助以色列面对任何可能的攻击，避免这个中东战区的战事扩大。但是恐怕现在看起来，这个局势
是的确有升温的一个迹象。那以色列总理现在纳坦雅胡也下令所有的官员保持沉默，不要对外发表评论。所以看起来这个以哈冲突一触即发，恐怕要这个更加升温了。因为哈马斯的现在目前的领导人是已经遭到了暗杀。除此之外呢，委内瑞拉这边也是大乱的情况哦。现在目前委内瑞拉已经挤满了反对马杜罗连任的这样的一个反对派哦。那在街头上面这样的抗议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还有749名的人士现在已经是被逮捕了。那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其实包含了在街头也好，或者是在机场也好，都出现了一些抗议群众的占领哦。他们讲说，希望马杜罗可以归还政权，还有撕毁、焚烧有他一些肖像的海报。那警方也跟这些民众发生了冲突。那截至30号已经爆发了大概将近200起的反政府示威。那同样的，这个马杜罗也在他的总统府现场直播表示，他的现在目前的部队针对暴力示威者将会采取一些强烈的行动跟手段。那其实这也不是第一回哦，因为在2019年当时呢，这个美国就已经有要策动，就是反对派。那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瓜伊多其实是美国要扶植的一个反对派的政权哦。现在是不是要复刻这样的一个反对派再来取代这个马杜罗呢？这样子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哦。那马杜罗讲说，这个其实委内瑞拉他们现在中选会宣布，现任的总统马杜罗囊括了过半的选票，顺利连任。那反对派的这个候选人就讲说，没有，我们的民调才是比较高的哦。这感觉上面这一位可能就是这个瓜伊多的这个2.0版。那再来，马杜罗现在也有一个强硬的举动，就是驱逐了7国的大使哦。那就是因为这些大使可能是觉得对于马杜罗的胜选是抱持一些怀疑的态度，所以他也采取一些强硬的回击。那甚至呢，连马斯克跟马杜罗之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互相隔空呛下。这边是不是有商案？我们是不是可以听一下？好，我们来听一听。¿Quieres pelea? Vamos a darle lomo. Estoy listo. Soy hijo de Bolívar y de Chávez. No te tengo miedo en los mods. Vamos a darnos, pues. Donde quiera. 所以马斯克就在 X 上面转发了马杜罗的宣战的这个影片哦，还讲说驴子知道都比马杜罗多啊。但是马杜罗呢，他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亲中的立场跟美国是比较不对盘的。在时间倒转当时美国要扶持瓜伊多的时候，其实马杜罗就非常的生气，他甚至还在这个等于说在集会的场合上面呛下，说要跟美国断交。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影片。He decidido romper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y políticas con el gobierno imperialista de los Estados Unidos. ¡Fuera! ¡Se van de Venezuela! ¡Basta de intervencionismo! ¡Aquí hay dignidad, carajo!对，因为他对美国总是这么强硬的态度，所以这一回会不会又是美国来主导，这样子来这个策动反弹这个马杜罗呢？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在这个以巴也好，或者是委内瑞拉也好，看起来都非常不平静。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谢老师。对，因为这个委内瑞拉事实上，它这个跟美国的关系不是从这个马杜罗开始，马杜罗的前任就开始。对对对，那这个关系让美国就不断的对委内瑞拉进行各种经济的制裁，使委内瑞拉本来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到现在经济破产。所以委内瑞拉因为美国的干涉，现在已经这个整个国家濒于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有点解体的感觉。你知道现在很多这些委内瑞拉老百姓因为没有办法生活，所以都变成落绎于土于去这个墨西哥的路途上，成为美国现在这个非法移民的大宗之一那这是当时美国所始料未及的，把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经济搞垮了，结果难民都跑到美国去，让美国的国内也一起混乱了。那就是说，马杜罗选举的结果，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西方国家一面倒的媒体报道，都说他选举作弊，对。所以马杜罗说他没有作弊对。那你要看这个马杜罗，他在选举的时候，他的声势也非常的大，支持他的人还是占的非常多的
所以只可以说现在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是高度分裂的。对他们上一次选举的时候，美国支持的那位候选人啊，也是没选上，瓜伊多。可是呢，瓜伊多自己宣布当选，然后呢，美国予以正式承认。所以委内瑞拉当时的选举选出来，变成就是说，当时的马杜罗他说胜选，结果选败的呢，他也说他胜选，结果美国支持瓜伊多，那这个支持的没有太久，大概1-2年，瓜伊多自己知难而退，他自己下来了，所以结束一场闹剧。那这一次又到了选举的时间，我觉得委内瑞拉，你说他乱吗？也未必，他该选举的时候他都选了，对，不像乌克兰该选举的时候根本连选举都没有啦，对不对？那我也认为他愿意把出来选举，就是他对政局应该有所怎么样，有所控制，有控制才会这样子选举。那现在就是说，今天在这个又是一个历史重演啊。那现在选举败选的这个候选人呢，又开始呢，这个马查多又开始怎么样？开始在街上走街头运动了。不过这个失败了走街头那跟我们成功还走街头很奇怪，是很强烈的对比。那现在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抗议最后会不会继续下去，完全看外力有多少的支持。我想他内部的力量并没有大到这个程度啦。对，因为你这个军警如果是在马杜罗他的控制之下的话，那这种风波就闹得不会太大。而且你看马杜罗他在选举的时候，他已经摆明了美国就是帝国主义，要把美国赶出去对，那现在就看美国对这一场内部的动乱第一个我们不知道美国扮演多深的角色啦，那美国有没有真正的意愿要把委内瑞拉再搞成一个失败国家？因为委内瑞拉事实上如果变成一个失败国家的话，事实上的话，他的难民往美国跑，对美国也不见得有利了。那现在以色列这个情况，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危急，因为哈马斯这个领袖是他的实质的领袖，地位非常的高曾经当过这个加萨走廊，这个当时就是说巴勒斯坦还没有分裂的时候，当过就是说这个加萨走廊这边这个巴勒斯坦人的总理。所以呢，地位相当的高。那他怎么死的？有2个传言。一开始有说他在这个德黑兰的住处有一个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杀手进去刺杀他，然后把他跟他的一个保镖给刺杀了。可过了没有多久，又有一个新闻出来说，不是被这个杀手刺杀的，他的住处被一枚飞弹击中。被一枚飞弹击中。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不论如何，这是一场暗杀的事件。那现在美国已经很快就是说，我们会跟以色列人站在一起。那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他们现在呢也是扬言要报复，所以呢有一点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么会不会引起一场大恶战，一场大战就不得而知了。好，请教盛峰哥。全世界可以公开暗杀人的国家，大概历历在案的应该是以色列。就因为暗杀是一件很懦弱、很卑鄙的行为，即使双方的国家都发生了宣战了，连这个暗杀都很少去使用。但现在呢，这以色列他的记录那可多了，可是你又能怎么样呢？因为他是美国人的爹嘛，美国人去支持。当哈马斯发动了袭击，带领的人质造成了以色列的伤亡，以色列出兵，说是因为你哈马斯错了，所以我出兵合理。而今天你以色列把哈马斯的领袖就这样干掉了，那请问发动战争合不合理？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很简单，那哈马斯你发动袭击，你用的人质就不对，你应该先放了再说。那现在呢，被暗杀了，美国说是很危险，但是我们力挺到底。世界的动乱不就是美国的态度吗？我们再想想看，台湾很多人讲大陆威胁我们、恐吓我们、干预我们，但是经济上让台湾不断的获利，每年有将近3兆台币的这一个怎么样的顺差。可是美国是威胁的这个委内瑞拉，是怎么个威胁法？制裁，把你给压死。
比一比吧。同样的大国，对于跟他不对称的地方相处的态度又是什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马杜罗的选举里，我非常同意谢大使的一个分析。我们就要稍微看一下他的历史。基本上，马杜罗的政党已经在委内瑞拉将近20年了，因为他是继他的前任，他是前任的外交部长、副总统，然后再总统，他是选的第3任了。然后很精彩的是，他们每一次的选举结果都是这个样子，都是舞弊，都是动乱啊，在野党都是失的人都是不满意。但是也不要忘了，他能够在这样子的政权下，他稳定了快20年，基本上应该是这个国家的机器，他充分的掌握住了。而在美国不断的施压、不断的制裁下，这一个国家呢还挺住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你说，这一个悲剧，这一个混乱，跟美国没有关系吗？然后大家看就讲说，每一次是示威就这几千人，1000多人，然后呢，1000多人没有办法拍大的场面嘛。所以你看有没有开大的场面？没有，没有。就另外一个数字告诉你有200多场，那你就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这一个故事啊，悲哀的是不断的翻版。我最后2个结论，我们要尊重人家的内政，他们怎么样子用他们的人民的方法自己去解决。这一些呢，南美洲的几个国家起来抗议有没有？我也看不太懂。这几个国家的选举不也是每次选完以后都人家抗议舞弊吗？除了我看哥斯达黎加没有以外，我看全部都有这样的经验了。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在整个的南美洲的策略只有一个，没有价值，没有道德，只有利益。你是右派，你是军人独裁，那不重要，重要你是不是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美国在那里是拥有无限的利益的。我还是用莫斯科总统那一句话：南美洲的国家共同的悲哀，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了。好，来请教舰长。我们现在把眼光如果放在中东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才刚刚签完北京宣言。经过了3天的讨论，7月23号签下了北京14个巴勒斯坦的不同的派别签订了北京宣言之后，这个就是安内。安内之后呢，就要开始跟以色列来讨论未来关于这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2国方案的事情。而且这一次签订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他还特别提到3步走的一个路线。第一个是推动加萨地区持久的、全面的以及可持续的停火。第二个，也就是8人制8，也就是其他国家不要把手伸进来。第3个，也就是刚刚盛峰老师讲的有关于2国方案最重要的，也就是让巴勒斯坦的这个国家正式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已经看到有一点进展了。那为什么哈马斯的最高的领袖就这时候被暗杀了？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战争，也就是以巴不可以和谈啊。那这个谁在背后呢？我想刚刚经过了大使跟盛峰老师的铺陈，大家大概心里总有一点底数，总有一点答案。那其实我们讲这次无论是被飞弹打到，或者是被暗杀的这一个哈尼亚，他其实看起来说话很强硬，但是呢，他其实在这各教派里，就是各派别里面，他是比较温和的。如果他都没有办法支撑着这个巴勒斯坦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的话，那后面问题就很大了。那至于委内瑞拉其实也就是大家讲的，现在穷的只剩下石油的资源诅咒。这个诅咒到底是如何而成的？也就是它盛产石油啊，但是美国也因为这样就各种制裁啦。那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马杜罗，他选委会说他获得51%的选票，冈萨雷斯得到
他自称啊，也就是他的对手得到73.2%的选票。现在可好了，现在那个其他国家不承认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然后立刻两国就已经驱逐自己的那个对方的外交官，所以这件事情还要继续的观察下去。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梅洛尼访华，我们看到他现在也是希望说中欧之间呢可以有一些这个电动车 AI 的合作。德国之声有讲到，现在中欧间爆发了这个贸易战哦，但是呢，你看梅洛尼倒是希望跟中方来深化这个两国的经贸啊、电动车啊、AI 这些领域的合作。那习近平也回应了，说中意两国的产业又是互补哦，那中方也跟意方希望能够推动经贸投资啊，还有这种电动汽车、AI 这些新兴领域，然后更深化的一些合作哦。那我们看到彭博社报道说，其实欧盟对于大陆的电动车反征这种加征反补贴关税之前，其实大陆电动车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哇，欧洲的注册量甚至市占率已经高达了11%哦，也创下了一个新高纪录。那甚至呢，像是上汽啊，在6月份的时候也交出漂亮的成绩单，有很多的掀背车啊，还有什么比亚迪啊，也透过了这个欧洲的足球锦标赛啊，在那边有很多的广告曝光，所以哇，整体来说，大陆在6月份欧洲的销量是这个已经等于说挂牌前3大都几乎都是大陆的品牌了。那还有美国的关税突然是宣布了延期哦，他们本来在5月份的时候说，我们要对大陆展开一波新的这样的一个关税制裁哦，要大幅提高3倍到100%。那结果呢？后来他们自己说8月1号正式上路，突然自己又转弯啦，就说这个现在不会如期执行哦，至少要推延2周的时间。也就是说，它其实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会有伤到嘛？你大陆是你主要市场，你要对它这样的一个关税制裁，先伤到的恐怕是美国自己的企业哦。那再来，我们看到奥运就像是这个地缘政治下的一个缩影。首先看这个香港的男子花剑哦，得到了金牌，结果这个他的对手意大利的代表队就说，是不是台湾及这个黄志浩裁判判决不公哦？可是后来这个意大利的选手讲说，这2位裁判我都认识，我自己的失败我不想要这样归咎到他们的身上啊。那另一方面，这个日本的体操男团0.532分差距惊险夺金，逆转赢了中国大陆哦。那当然，这个大陆很多的网民觉得说，有点难过哦，但是他们说，看到日本的体操队，他们这个比赛完之后呢，桥本大辉虽然说他这个难掩欣喜，平静的走到休息区哦，队友们替他欢呼，但是考虑到下一位是中国大陆的选手张博恒哦要上场，所以他就说，这个安静一下，不要影响到后面的选手的比赛，也被大家夸奖说，这的确蛮有运动家的精神。那再来就是大家关注到说，这个现在目前中国大陆他们这个今天这个全红婵陈芋汐组合也要来挑战双人10米台的这个金牌，应该可以再为中国跳水队再入一金。还有这个乒乓球的双金牌战，中国大陆的杀头组合4-2击败了北韩的这个等于说强劲对手哦，这个李正熙跟金琴英。那这个它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哦，就是他们邀了61岁的倪夏莲来秘密练兵。那倪夏莲她其实她的路数上面跟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金琴英哦，其实非常打法上面非常的类似，所以她还去陪了这样的一个杀头组合来练习。那今天呢，杀头组合的其中一员，也就是这个孙颖莎呢，将要再对上这个陪练的这个倪夏莲哦。倪夏莲她其实现在已经是这个卢森堡级了，那她61岁，也创下了奥运年纪最大的一个纪录，乒乓球手的一个最大纪录哦。那但是呢，人家也觉得说，是一个美谈，因为这个双方大家在球场上面呢，也是曾经是这样子的一个陪练伙伴。今天在上对决上面的话，感觉好像又多了一些故事性。那这就是一个好像地缘政治下
在这个奥运里头有这样的一个缩影。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呢？这次那个梅诺尼去中国大陆各界的报道都认为他收获非常丰富而且受到中国大陆极大的礼遇。他在北京待了大概3天，最后一天又到了上海在上海他也这个参观了中国大陆一些新的政经建设了。那还有就是他这次去不是他单独去，他带了一个很庞大的意大利的工商界的这些首脑的代表团。那么在中国大陆举行了一场中意的这个之间的这个经贸企业的一次高峰会，那由他跟那个李强共同主持所以这一次整个这个梅诺尼去中国大陆访问，主要着眼在经贸。因为意大利这次应该是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因为他希望中国大陆在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汽车工业上有所投资，然后呢，尤其是电动车方面。那意大利的工业部长这个去年就宣布，他们跟这个东风汽车已经在谈了。那最近又是意大利的最大的汽车工业厂叫 Estella 他们也宣布，他们跟中国大陆领跑这样一个做电动车公司也有这些合作的项目。所以看起来这个意大利是除了去中国大陆推销它的这些工业，还有农产，还有就是说高端的这些奢侈品之外它的目的之一是吸收中国大陆的这个对意大利的投资所以现在中国大陆跟各国的经验这个经济关系又有一种质的改善。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国家来讲，除了呢希望卖东西到中国大陆的庞大的这个市场消费市场之外也希望中国大陆的厂商到他们的国家去投资。尤其像这个意大利算是 G7， 它是经济规模经济相当发达的一个国家那它现在变成中国大陆希望从中国大陆去吸收这种尖端工业的这种投资。可见中国大陆这个经济的本质它的竞争力的本质现在已经有了改变。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梅诺尼在大陆他可能跟比较像意大利人，他的喜怒比较形于色他很多场合他好像都蛮高兴的，都蛮高兴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虽然意大利这个经济在欧洲排名大概算是第4，因为除了德国、法国还有英国，接下来就意大利。不过意大利的这个 GDP 也到2兆以上，也是不小的一个经济规模那所以我觉得他受到中国大陆的重视那他跟意大利跟中国大陆经贸关系的加强那一定会影响欧盟其他国家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这一次我看这个不管是西方媒体意大利本身的媒体，那么报道梅诺尼报道的非常的多内容非常丰富了。那这次怎么讲呢？就是说美国还要继续对中国大陆的这些汽车电动车还有一些这些半导体医疗产品调高关税。其实幕后的动机并不是什么，并不是要针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经贸经济发展或相关的这些产品进行打击。其实幕后的动机都是因为拜登承诺了某一些州的某一些特殊厂商的利益，他要让中国大陆这个产品在美国市场上跟美国产品竞争的话趋于弱势。那这个是一个选举的一个出招，所以它并不是像过去一样是要打压中国大陆的经济，这很多都是什么选举的目的。所以美国这个为了选举真的国际承诺对美国来讲这个一点分量都没有。现在一切选举至上，开的都是选举支票，牺牲除了其他的厂商，其他的他的这个敌对的对手以外，外国的这个利益在他们这个选举利益是不值一顾的。好，来请教沈这样子，这个美国借着北约来进行欧洲国家的合作，那中国大陆很显然用着经济的实力，在跟欧洲这些大国，尤其经济大国进行了联合合作合纵是很好听，因为听起来最有道理。但是有一句名言：团结最重要，团结最困难。那合纵呢是远交近攻这个联合远交近攻，然后呢以己有利，是符合人性。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一面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从美国战略的角度，那对中国是施压的。可是，一面呢，德国啦、法国啦、意大利啊，然后这些总理种种带着一大帮的企业界人士拿到中国，所以不看到联盟跟这个合作之间呢，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意大利呢，现在他看得很清楚，意大利本来也是一个汽车的生产大国，可是意大利的汽车现在可掉得一塌糊涂啊，在整个的世界，尤其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几乎菲亚特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跟中国的合作，看到了一个市场，跟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新能源车的供应链呢，这个对意大利来讲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发展条件。何况在 AI 跟光伏这2个部分上，中国大陆现在领先的能量大概除了美国以外，大概谁对他都已经没辙了。可是这些对意大利都很重要，因此他们签订了一个在外交界很少看到的一个结论呢，叫做3年工作计划、3年工作方案。这个很少，这个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什么？就是说，不管我的政权怎么转变，不管我的内阁将来有什么变化，这3年是我意大利国家的承诺。这个承诺会让它整个的发展呢，是会有很顺遂的帮助。那这一次的这一个奥运会那可是故事精彩得很了。所以有人形容这一次日本还有这个北京还有这次奥运会演讲，一个是先界那一个是冥界就是日本那个东京奥运会是冥界一堆鬼不是出来嘛，然后呢这一个呢巴黎呢叫做妖界，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呢，美国在这里是送了很多的手脚，在阻挡中国。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在体育上是怎么伸手进去恶搞的。好，来请教舰长。无论是仙界或者是妖界现在这个时代报应总是来得很快不相信问一问梅洛尼也就是去年12月，梅洛尼不是还底气很足，趾高气扬的说他要退出这个“一带一路”。那“一带一路”其实对于 G7 国家而言，只有意大利有加入，他那个时候具有指标性意义，讲东讲西的，跟真的一样。结果现在呢，看一看左边的苏纳克不见了，看一看法国的那马克宏好像在国内也很糟糕，接下来肖兹也有问题，还是跟中国手牵手比较好吧？这个就是报应所以不管是仙界跟妖界还是赶快回到中国这个人界回来那我们这样子讲其实梅洛尼很会扯他在讲什么？连马可波罗这一个700周年的逝世纪念日，他都可以拉上台面，好跟中国牵上线。看看，这真是会讲。然后他讲说，也就是透过马可波罗可以让2个文明，也就是意大利跟中国之间的这2个文明呢的古老性跟深度可以得到体现。真是只有3个字的评语，叫做不要脸，就是什么话都讲得出来。